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最近，美国的新任空军部长扬言说，我们要让中国人吓得发抖。他用什么手段来吓唬中国人呢？我们来看看美国相关媒体的报道。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报道，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接受防务新闻专访时说，他的目标是制造让中国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肯德尔举例说，这些让中国人感到恐惧的超前技术包括 F-35隐身战机的升级项目、B-21隐身轰炸机以及正在制定的一系列的机密计划。肯德尔还表示，必须不断考虑其他会让我们的未来敌人感到害怕的武器。那么觉得很奇怪，他列举的这几项武器真能让人感到害怕吗？ F-35已经是一个有几十年的项目了，它不管怎么改进改型，其技术进度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且和歼20这款隐身战机相比， F-35存在着很多的弱点和不足，用它来吓唬中国人恐怕是达不到目的的。那么好，他现在要推出个新的项目 B-21隐身轰炸机。那么 B-21隐身轰炸机难道就能起到吓唬作用吗？它比美国的 B-2隐身战略轰炸机要小一号。这种双发的中大型的或者是中远程的战略轰炸机确实可以前沿部署，但是它的航程、载弹量都比不了 B-2。用这样的一个新平台来威慑中国，能达到目的吗？它部署在哪儿？部署在哪儿？我想它的生存概率都不会很高。实施突防，它存在着被拦截的危险，何况它的基地也会遭到对手的攻击。那么还有一个秘密项目，那就是他现在正在研发的6代机。这个东西是个什么样的玩意儿？不知道。虽然他透露了一点信息，但是我们还不得而知。它是否就会比现在的隐身战机有阶跃性的提高呢？这恐怕要观察。那么，即使它研制出来就能吓唬到中国和俄罗斯的空军、海军、航空军呢？其实未必。实际上，肯德尔这个让人感到害怕、吓唬对手的说法，我个人看法，更多的不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而是针对美国国会。他是吓唬美国国会的议员的。他认为这种可以吓唬对手的兵器必须加快研制进度和升级改造的进度，而需要把这些老装备赶紧退役掉，以便节约更多的钱来开发新的平台。那么他指的这些老装备都包括什么样的型号呢？已经服役了几十年的 A-10攻击机、U-2侦察机，以及还不算太老旧的 RQ-4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等这些型号。其实呢 A-4攻击机花钱是不多的，因此美国国会一直不同意美国空军将其退役，而美国空军已经提过好几次建议，要将所有的 A-10攻击机全部退出现役，因为这款飞机它主要是用于配合陆军作战的，跟美国空军自己的目标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呢，他对 A-10并不是很感冒。那么 U-2高空侦察机已经很老旧了，再用它执行远程战略侦察任务，安全性不好。用于取代它的 RQ-4，应该说也算个新机型，但是 RQ-4太贵了。全球鹰的单价，美国自己买大概是1.6亿美元一架，它卖给其他国家是2-3亿美元一架。这么贵的无人机还很容易摔，这个负担不起。因此呢，美军也想把它淘汰掉。当然，肯特尔这种威胁性的语言能否说服美国国会最终把这些老机型退役掉，能否达到目的，我们现在还不好说。那么，他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想说服美国这些国会议员向新开发的这些武器呢投入更多的金钱，以便呢让美国空军的实力呢进一步的扩展，否则他很难应对中俄空军的挑战。哪怕他现在花大量的经费升级 F-35，生产 B-21，研制所谓的第6代机，都不容易达到目的。那么从美国国会议员的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空军所提的这些新一代的武器装备，大部分还没有研发成功。如果匆匆忙忙的把现役的一些装备退役掉了，那么它就有可能缺乏相应的实力来对抗中国的先进战机。
如果淘汰掉了这些现役装备，那么就会直接导致美国空军部队的战备能力下降。因此，无论是向美国国会多要钱来开发新装备，或者是用大量退役现有装备的方式来节省资金用于开发新的武器装备，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相比而言，中国空军因为更加年轻，落后的现役装备大部分呢都已经到了需要淘汰的阶段，因此我们现在的换装速度越来越快，而且研发的进度也在按照我们的计划不断的推进。歼20、歼10C、歼16等新一代的军机正在有序列装，特别是歼20的性能已经大幅度的超越了 F-35，完全可以和它最先进的 F-22相抗衡。何况歼20由于研发起步的时间晚，它可以采用更多的先进系统和装备，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在某些方面已经达到比较先进的水平。那么如果按照目前的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空军的常规作战力量，特别是空海军的作战力量，在未来10年内提升到新的一个台阶，部分超越美军也并非不可能。所以中美空军武器装备的竞赛还在激烈的展开。那么谁能够在未来10年、20年这个阶段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我想这个结论不难得出，中国大概率会笑到最后。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